回到节目现场，持续来关心中国大陆呢，最近掀起了一波黄金的热潮，可以说是遍地开花，遍地在挖金。在四川的这个东北寨金矿呢，累积的黄金资源量就达到了81.06吨哦。那包括不久前辽宁的这个大东沟金矿更厉害，它挖到这个蕴藏量呢，预估有将近1500吨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呢，发现规模最大的单体金矿床。包括了甘肃，包括了内蒙古、黑龙江这些地方，都是遍地开挖，在这个挖金。那么这份世界黄金协会的统计数据呢，就显示2024年的这个全球黄金生产国，第一名毫无疑问是中国嘛，达到了3800的公吨；第二名是俄罗斯，也有330，抱歉。那么第三名是澳大利亚，也有290公吨。所以呢，参考这个上述的积极作为，还有中国大陆这个黄金量已经是好几年都是第一了，未来势必也会持续的增加。大家都知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我们现场两位将军一定很了解这个背后的运作逻辑，所以我们先请张教授分析，中国大陆现在大量囤金背后，真的是为了大炮要一响了吗？我认为它会大量搜刮黄金，因为中国大陆现在这个黄金储备只有2304公吨，大陆14亿人口就2304公吨。美国多少？美国3亿4千万人口啊，但是美国的黄金储量是8133公吨，你看美国就很多啦，美国是中国大陆的3.5倍还要多哎。那我们现在从3方面来看，中国大陆会大肆搜刮黄金。第一个，中国大陆现在的国民总生产是18兆，美国28兆，中国大陆刚好就是美国的2/3。美国的2/3，美国有8133公吨黄金，你乘以2/3就是5500公吨。现在美国就2300，中国大陆就2300，一半都不到。你继续，你按照这个经济体量来比嘛，你要到5500公吨才能够符合你的，你不是18兆吗？每一年不赚18兆？美国是28兆嘛，总生产，大家拿总生产来看，这个是数字是很清楚的嘛。对，你现在就2300公吨，所以继续补。第二个，这是国力的象征。我黄金多，我不要管是银本位、金本位，我黄金多代表我国力啊，对不对？钞票大家都可以印嘛，我们拼命印钞票嘛，那钞票就不值钱了。黄金不会，黄金就是不一定就那么多。是，那所以我就认为，按照国力的象征，第二个，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大肆收买黄金。中国大陆，你持那么多美债干嘛？你的外汇存底3兆干嘛？这全买黄金了嘛，对不对？1兆美元不是我们讲1亿美元可以买1公吨的黄金，那你买黄金就好了。第三个，我认为就长远来看，所有的币值都是通膨，钱会越来越不值钱，美元也会越来越不值钱。你都通膨，当然会不值钱嘛，对不对？那通膨，那什么会值钱？黄金有没有说哈？黄金在贬值的。你黄金贬值我就买了嘛，你黄金都是慢慢稳定上涨，永远你从以前拉到会有波动没有错，但是一直波动往上波动哎，它不是往下波动，是往上爬哎。黄金从来没有说一直往下波动的哦，原来这样子啊，因为黄金不怕通膨，最抗通膨的就是黄金，是那这样子你要不要买？所以我们从这3方面来看的话，中国大陆我认为还继续会有黄金。我认为它如果没有到达5500公吨的黄金，现在就2300嘛，是它不会终止，最起码是5500公吨以上才能够符合比例原则。好，用这个国家大数据的表现来看啊，张教授认为还会持续的累积，背后就有很多的作为了。那除了积极开采金矿，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跟民间也是大量的来购买黄金，很有挑战这个美元本位的味道。从几个动作可以看出端倪，包括向亲中的国家招手说，你们来把黄金储备放在我们这个上海的黄金交易所吧。还有为在香港机场要成立一个贵金属金库，未来更可能要建立所谓的离岸黄金中心哦，甚至是让人民币的交易呢，能在国际的黄金市场来提升影响力。所以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我们看到中国一手抛美债，就像刚刚教授讲的，一手买黄金啊，这就是现在最明确的一个国家战略的讯号。那结合金融面上，或者说美元地位呢，会产生哪一些关键的影响？中国大陆最近的确在快速的抛售美债的持有，从原来的第一持有的外国机构变成排名第3。那同时，它也在增加黄金的这个购买跟储备。可是呢，以这个速度跟相关的趋势，其他的因素看起来美元大概还在眼前短期之内，它的这个地位还是难以撼动。首先，我们看美元的美国的外债其实38兆，这已经是非常高。
但在这里面呢，大概外国不管是政府还是个人还是基金持有的比例，大概占24%，将近9.3兆。那其他是美国的内部的这些机构、个人跟企业持有。那在外国持有这个9.9兆多的这个美债里面呢，就是过去2011年的时候，中国大陆 No.1，1.1兆。那现在呢，缩水的只剩下在今年1月的时候只剩下7600亿，可是大概到8月底的时候呢，来到了7005亿，所以一下少了600多亿，这光是这一年。每一年都在减少，如果从2011年到现在看起来，已经减少了46%以上，所以这是一个有策略性的在减少。排名第一是日本，日本在增加，现在是1.19兆，英国呢大概是8600亿啊，日本、英国，然后中国，所以这个过程很清楚看到这个趋势。那黄金刚才张将军讲了，现在它是2403吨，那可是呢，这里面很重要一个数字，就跟大家参考。中国大陆黄金的储备只占它整个外汇储备的7%，你就可以想象非常低了。是，一般其他的国家有的时候可以高到70%，哇，大概平均也会有50%左右。哦，那真的是，因为黄金就比较保值嘛。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中国大陆可以持续就是说扩展黄金持有的空间。但是这个对美元霸权有什么影响呢？第一个，我们刚刚看到，其实也就是说，盟国还是在继续买美债。所以呢，你抛有人买，这个美债还是维持它的这个地位跟吸引力。那第二个就是，美元的使用度大概还是85%以上，在大部分的国际贸易的交易。中国大陆的人民币现在是在增加，来到了5%到8.5%，是有增加，但是还有一段距离。那第三个就是讲的黄金，黄金很有趣味的。刚才张律师讲了，美国用了多少？8000吨。那越来多人买黄金，黄金的价格就会怎么样？提高，那美国的黄金不是最多的嘛？全世界最多的储存，那美国的黄金越多，那美元的地位就更稳固了。所以这有一点蛮吊诡的。那它的美债继续的那么多，但是美国的黄金也这么多，那因此你再怎么少买美债，你黄金变贵，它美国的黄金也增加。所以呢，这个当然就会看到国际贸易的这个比例上大家还是以美元为交易，短期内还是这样一个现象的。不过大的趋势已经看到了变化。了解。好，现在中国大陆全盘在准备的，其实还不止黄金啊。我们说3大战略物资，另外2项石油跟粮食呢，现在也是积极的作为。包括从2004年起呢，就大规模的新建石油储备设施，在去年底这个石油的储备总量就已经超过了20亿桶了，并且2022年的时候，中国粮食的储备量，玉米拥有全球将近70%，然后稻米占全球的60%，小麦占全球的51%。很多东西吃这些数字也都在持续增加。我们说买金买油，然后又广积粮，下一步是不是就要缓称王了呢？这么积极的储备战略物资，我不知道是要怎么解读，但厉将军有嗅到就在为2027年的一战做准备吗？我觉得不只是为2027年的一战做准备，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任何一个家庭，当然都要有所谓的这种战略储备的物资那我们看一下这3样东西来讲。如果说一旦这个不管是家庭或一个国家，万一碰到黑天鹅来讲的话那如果说你没有预做准备，没有预存必要的这种物资来讲的话，当然就会临时会措手不及那搞到最后变成，如果就国家来讲的话，如果粮食不够，那老百姓自然会抢粮抢粮的结果，那就是物价会这个飞涨，然后最后就造成民不聊生那我们从疫情期间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有准备的国家，它可以很安稳的度过疫情。如果说没有准备的国家，在疫情期间可能就一蹶不振。那我们现在就有3个物资，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就是粮食部分中国大量的这种囤储粮食，尤其是说最近又跟美国恢复购买它的黄豆，大豆要来，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说是对美国是其实对中国来讲是很重要一个战略储备的一个物资，因为它这个黄豆来讲，它每年需求的量是非常多的它除了人吃之外，它也要喂猪这个才会有蛋白质的供给嘛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说是以粮食来讲的话，中国大陆可以存储的量可以到7.3亿这个万吨装满的话，如果说它仓库装满的话，
可以够他全国14亿人吃2年的时间，所以是绝对没问题的。万一碰到饥荒啊，或者是天灾啊，绝对可以应付。那这个石油来讲的话，当然它的石油存量从12亿到20亿桶哦，可以充足有6个月的存量。那世界各国大概只有3个月。那就黄金来讲的话，当然刚刚前面2位也大概还有1半的水位。